满级的一窝蜂神器在没有植物的帮助下，单挑各个世界的将王，能赢几场呢？挑战开始。第一场一窝蜂神器单挑埃及将王，长按蓄力之后，一窝蜂神器连续发射蓝火豌豆，伤害非常高啊！子弹还没打完，埃及将王就倒下了。第一场一窝蜂神器胜。第二场一窝蜂神器单挑黑暗将王，清完小怪之后，一窝蜂神器瞄准了将王的嘴巴。将王剩了最后一颗血，但是恶龙小鬼僵尸从天而降，恶龙小鬼僵尸免疫了火系伤害，一窝蜂神器打不动啊！第二场黑暗将王获胜，比分来到了1-1。第三场一窝蜂神器挑战西部将王，伤害非常高，西部将王的血量掉得很快，最终一窝蜂神器顺利带走西部将王，2-1领先。接下来一窝蜂神器挑战巨浪沙滩将王，将王一会儿潜水躲避，一会儿召唤僵尸，成功规避掉了大量的伤害。而且巨浪沙滩将王召唤的僵尸特别多，一窝蜂神器光是清小怪都已经应接不暇了。子弹恢复的速度根本没有将王召唤僵尸的速度快，巨浪沙滩将王有大量的僵尸保护，在后面高枕无忧。一窝蜂神器真的无能为力了，比分来到了2-2平。下一场一窝蜂神器挑战海盗港湾将王，我们看到将王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啊！一窝蜂神器取胜，比分3-2，再次领先。下一场一窝蜂神器挑战冰河将王，超人也注意到了一窝蜂神器最致命的缺点，就是不管哪一行有僵尸或者障碍物，他都要去清掉，像是有强迫症一般。这一场他遇上的是同样有强迫症的冰河将王，只要前方的冰块破损了，他就要急于修复。这是一场持久战。在相持了几分钟之后，一窝蜂神器终于把冰河将王的血量耗完了，比分也来到了4-2。下一场一窝蜂神器挑战功夫世界的持刀大侠，持刀大侠又举盾牌又召唤僵尸，不过他的血量很快就被打掉了一半。持刀大侠释放了飞龙在天，我们看到锤子僵尸可以反弹一窝蜂神器的子弹，但是他们还是被击败了。虽然持刀大侠召唤的僵尸也不少，他还召唤了各种同人前来助阵，无奈这些僵尸的等级稍微低了点，他自己只能使用飞龙在天，不断的躲避伤害。殊不知，这反而给了一窝蜂神器恢复子弹的机会。一窝蜂神器再次取胜，5-2领先。下一场一窝蜂神器挑战摇滚将王，我们看到一窝蜂神器会优先破坏音箱，清完小怪之后，一窝蜂神器会一直瞄准舞台的最下方。场上有很多的音箱和街机，但是在一窝蜂神器面前全都不堪一击。将王博士的血量也掉得非常快，就剩最后一格血了。然而最关键的时候，重金属巨人僵尸登场了。4阶的重金属巨人僵尸走得还非常快，根本不给一窝蜂神器安心恢复子弹的机会。明明将王的血量就剩这么一点了，可是一窝蜂神器就是打不到将王。这一场摇滚将王惊险取胜，比分来到5-3。接下来登场的是恐龙将王，一窝蜂神器的子弹打恐龙将王还是非常疼的。很快恐龙将王的血量就剩最后一格了，但是一窝蜂神器也要开始恢复子弹了。场上的恐龙不断的在帮助僵尸，子弹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一窝蜂神器赶紧输出，但是侏罗纪巨人僵尸加速冲过来了，比分来到了5-4。下一场一窝蜂神器挑战未来将王，未来将王召唤出来的僵尸还没有一窝蜂神器打得快。很快未来将王就剩最后一格血了，虽然他召唤出了很多的机甲类僵尸，看得出来他是很想要努力反扑，但是一窝蜂神器更胜一筹，比分来到了6-4。下一场一窝蜂神器挑战蒸汽将王，蒸汽将王一上来就在不断召唤僵尸，而且他的走位非常灵活，一窝蜂神器不断的在调整方向。子弹全部打光，刚好打掉将王一格血，但是请记住这3块煤炭，这是万恶之源，因为一窝蜂神器会优先攻击离他最近的东西，包括这块煤炭。问题是这些煤炭还很扛，好不容易打掉2块煤炭，清掉小怪，子弹又浪费在小推车身上了。如此这般，周而复始，无限循环。他召唤僵尸，他丢煤炭，他召唤小火车，一窝蜂神器就知道埋头打。天知道这样的情况持续多久了。
总之就是你也打不过我，我也打不过你，就这样耗着。所以说这一场干脆算平局吧，双方都不得分。接下来一窝蜂神器挑战火药魔头，虽然这个 BOSS 不算将王，但是超人觉得挺有趣的，也把它拉来打打看吧。我们看到他召唤了很多僵尸，还会抛出小鬼僵尸，但是无奈这些僵尸一碰就倒，他只能依靠自己的身法闪避伤害。很快一窝蜂神器又蓄力好了，而且火药魔头的血量已经非常不健康了。好的，一窝蜂神器又赢了，比分来到7比4。最后一位登场的是失落将王呀，失落发掘者僵尸怎么一上来就被秒了？你看到了吗？在飞船下方的失落发掘者僵尸瞬间被秒，但是远离飞船的就没事。还好第5路的失落发掘者僵尸还是可以被击败的。虽然失落将王召唤出的僵尸也非常多，但是都挺脆的，没办法帮他分担多少伤害。一窝蜂神器对着失落将王持续输出，很快失落将王的血量就已经见底了。虽然这个时候他召唤的僵尸强了那么一丢丢，但是依旧阻止不了一窝蜂神器取得胜利，最终比分定格在8比4。